吴老师一直是我的偶像的偶像，也是我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吴世荣老师还有非常传奇的人生经历，如果你离他比较远的话呢，你觉得像山一样的高。85年加入 IBM， 我是被派出去当勤杂的，最后做到的是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他有一种非常强大的人格魅力。我想把微软中国做成中国微软，太狂妄了，所以未遂嘛。近距离接触，会发现啊，它像水一样的能够包容万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即使到那样的绝路，你还是有可能爬出来的。其实已经是2个吴世宏了，在世为人。吴老师很神奇的一段职业经历啊，从 IBM 到了98年左右的时候，就做到微软中国区总经理，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85年加入 IBM 的，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商业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啊，那个时候外企中国的老外，他们是有艰苦补助的。艰苦补助，艰苦补助，就是到中国来吃苦。 Hardship allowance 就是艰苦补助。 Hardship allowance 其实他们是住在比如说像当时的长长饭店呐，后边有专门的涉外公寓的。然而他们要拿 Hardship allowance 就是艰苦补助。那吴老师，你是怎么有这个机缘在那么早的时候加入 IBM 的呢？我是被派出去当勤杂的。当时所有的外企都不能够自己直接在中国雇佣这个任何的员工的，你都得通过外企服务总公司 FESCO。 对，这 FESCO 是国家授权的，然后其实还给外派的员工一点基本工资，几十块钱一个月什么的。从 FESCO派到 IBM 代表处说这个公司可苛刻了，没关系，你就大胆的面试。那个是一个美籍华人，我还说一看是一个中国人面孔啊，挺开心的。他是在那儿咬着一个铅笔，然后可能看 FESCO 给他的我的简历呢，结果张嘴就是美式的那种英语，我心里就先有点逆反。装什么装？为什么不说中文？其实人不会。他从那眼睛上边那样看我，你认为你有什么资格来 IBM？ 你说搓火不搓火？然后腾就出来，你不用我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资格？哎呦好，哎呦啊！立刻另眼相看了。他们倒反而觉得那个你肯定有东西，对，有点那意思。破天荒第一次有了名片，叫 Administrative Specialist 就是行政专员。对，本来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我还很珍惜这份工作。但是本性里的一些东西啊，当你看到貌似有一点机会的时候，就忍不住抓住它。对，就是因为来了几个本地人，我就听着他们好像要去香港培训了啥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呢？我又悄悄的小打听一下，知道说IBM 会要开始在中国雇佣一些类似于正式员工的角色。对，听说反正还有一个测试，那会儿我连名字怎么叫我都不知道。我居然就好大胆子，我去找培训部的经理了。我哪里知道我已经犯了大忌，我越过我的行政部的经理，我去找人另外一个部门，还提出很具体的要求。我说我只想要一个考试的机会。简短截说啊，这个考过了，又给我加一门试，我又考过了。你说这咋弄？在1986年的7月1号，正式的转为 Professional Trainee， 就是专业的学员。真正我们的职业经历开始的时候叫92年，就是 IBM 成立了分公司，可以直接雇员，我们就毅然脱离了 FESCO。 当时 FESCO 领导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想好哦，就那意思，这是铁饭碗哦。你们一旦被老外们资本家抛弃的时候，就是说给你发个基本公司的都没有，哭都没地方去了。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职业生涯。我是92年第一批被提拔为本地人一线小经理的。那后来在 IBM 最后做到了什么职位呢？96年底97年初叫 IBM 华南公司的总经理，那也是我第一份总字头的工作。最后做到的是 IBM 全国的渠道的总经理，
从 IBM 之后就去了微软。那去微软第一份职位是什么？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直接就是了。直接就是。第一天你坐进办公室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我现在是微软中国区的总经理了。我觉得这地儿怎么这样啊？我当时是不是那么兴奋的感觉。我一到微软做微软中国总经理的时候，是足够的社会的关注。我的理想是把微软做成中国微软。对，这句话其实当时激励了特别多的人。跟 Steve Ballmer 面试的时候，我跟他说了，我真的跟他说了。他怎么说？他本来是要赶飞机，我说我要跟你这个 verify 一下啊，我之所以去微软，不是因为爱他，我原话呀，我为什么想要这个位置？因为我想把微软中国做成中国微软。然后他就睁着眼睛就看我，我立刻我的定义，什么叫中国微软？政府接受他，客户喜欢他，能够被年轻的一代都爱，更重要的是本地的员工能够有非常通畅的职业的道路。你知道人家 Steve 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呀。他不是骗我，他误导了我。其实作为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是没有这样大的权利的。在2家都很优秀的公司，IBM 和微软都待过之后，最后你会更喜欢 IBM 还是更喜欢微软？它是不同的感情。我喜欢的是整个的 IBM， 没有 IBM 就没有职业的我。但是我喜欢在微软那么短的时间内有那么浓重的精彩。是跟我的团队一起。最喜欢微软的那个团队。对。最喜欢 IBM 那整个公司。对。您跟您当时的团队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惊天动地或者是潸然泪下的事情？我们一起经历的就是看着完全不可能的，就是 Steve Ballmer 的那个 mid-year review 年终的 scrub 就拿铁刷子给马刷，你知道吧？反正来过你的业绩。对。但是我们那一片赤字啊，半年已经过去了，全年的那个才完成那么一丢丢。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在后边的半年里会完全的追回来。开头还说谁来怎么分工啊，怎么去做。其实后来我是说，我主要来，我必须要这个团队头要能有这个担待。但是 anytime 我眼光往哪儿一去，这是谁要蹭就起了一个就给我我来。我们都不知道多少宿，12点多谁呼啸一声饿了好，赶快出去吃夜宵，回来再接着。就是兄弟连。Steve 居然说这样，他说我第一次看到微软中国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团队，这个是很高的评价了。然后所以第2年 MGS 吧，叫 MGX， 他老远就喊Juliet you made it。追上了吗？当然啊，所以真的追上了。在半年的业绩全是赤字的情况之下，下半年给追回来了。我们做到了。过程中我5月我就自己提了辞职。最后一个镜头，我们7个人彼此搭着肩，等于一圈7个脑袋全冲着地，就这样的灰的地毯呢，一会儿就哒哒哒哒哒哒湿了一圈，全都是眼泪。现在想起来多少年了，我还会有那个抽一下，抽搐一下。怀念那个团队。到99年离开微软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离开的呢？贯穿的就是我一直不喜欢的文化，然后刺激我的，就是刺激到姑奶奶走了。我觉得是2件这个事情。你在一个美国公司工作，中美之间有问题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甚至有这个比如误炸了什么，这个时候我一方面要履行我职业人的这个保护我的员工，出去可别穿着微软那 T 恤衫了，回头打你啊。一般要面对媒体或者怎样的什么很官方的，但是呢我是有冲动的，也想上街的，什么这样的。那是我的国，我的家，好吧。这已经撕巴了，扯巴了。然后我上班的路上买《北京晨报》，
微软起诉什么什么加湿器，气得我要受不了了。这是2件直接的导火索。导火索，你发现你很难说我只是一个职业人，因为我已经不单纯把它当职业来做了，我把它当一个事业理想想去追求。所以离开微软之后，公众的视角来说，其实你就已经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之外了。这消失的20年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就飞向了深渊呢？08年我自己去创业了，挺不要脸的说一句，要想再次伟大的机会就是说前提是觉得自己原来挺伟大的，你说这人曾经伟大过，这人得多那个。2008年你知道那什么年份？经济危机，对，然后所以原来说好的很多钱就没了，真投资也没了。坚持到2013年，是5年绝路了啊！你自己的钱全进去了吗？是负的了，还借了钱进去？对啊，我最后负债8位数，负债几千万，然后13年关掉了，就关掉了。那这几千万的负债怎么办呢？我要还啊！我要还，我当时看不到，我觉得我在深渊底上了，我还不了了。我已经50出头了，50多岁的人，两鬓斑白了，如果不然，都写了，我不想再说了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你即使到那样的绝路，你还是有可能爬出来的。所以1999年的时候是职业生涯的那个巅峰。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来说，2013年的时候，2013年深渊是深渊，就是从巅峰就飞向了深渊。我以为我飞向更高的巅峰呢，对，以为是飞向更高的巅峰，其实是飞向深渊，飞向了深渊。对，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过不来了，就觉得这人生到此就跌到最低谷了。所以我想死啊，这典型的重度抑郁的那个症状。那后来是怎么走出这个抑郁的呢？我是2013年底第一次误入了教练的课堂，很少的出一次门，因为帮别人做一些叫什么独立董事什么，然后人家就说你帮我们辅导一个高管，教练一个高管，我以为就教练就是说着玩呢。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职业，有这样一个专业。辅导完了，然后说：“哎呦，人家觉得你这教练太棒了。我们这有一个教练的一个课，说你要有兴趣，你去一下。那是新西兰的一个课程，讲的蛮有意思的。教练最重要的是你能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其实今天听起来挺别扭的，两个一对儿。第一个是你取得迄今的成绩或成就最重要的内在因素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叫妨碍你最大程度的潜力发挥的最重要的内在的因素是什么？这一对儿，2个星期我找不出来，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长这么大没想过这事儿吗？我长这么大，今天我居然想不清楚这事儿吗？2星期。第一个问题我找到的答案是我怕失败，导致成功的原因是怕失败。我不要失败，乃至于到后来我不接受失败。有生发出来一个问题，什么叫失败呢？最后我就找到，我觉得我挺荒谬的。我这么多年，我基本的定义是，我一定要超过我最辉煌的时候在别人眼里的印象。有病吧？为别人活吗？别人是谁呀？你还在执着于我认为的我在别人的眼里的那个时候印象。第一次那么大声笑那么久，笑我自己。人要有好奇，就有生机。我到底是个咋回事嘛？我晚一点死也没关系啊，我先学学这玩意儿。那你到底是怎么样最后能走上做教练的这条道路的呢？我觉得最一开始是带病求医但是它里边教的都是你如何去帮别人。
对，你的所有的价值都在你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和价值。对，它让我比较脱离了原来的那种习惯范式。我原来一直当我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哦，我从来没有那个所谓的世界观。这个人啊，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对，那不叫世界观，地心说的世界观，对，地心说的世界观。我那个形容，我一点不夸张。我听见我身上噼里啪啦，好像那个壳碎了，掉到地上。我觉得我轻盈欲飞，就是把自己这个 ego， 把这个我一下打回原形，打碎了，到如灰尘般掉一地。都听见声音。一个人大概要花20-30年，先给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自我，是把这个壳给建好，越来越大，然后再花20-30年，再把这个壳砸碎掉。这是其实已经是2个吴世宏了，两个了，在世为人了，2个完全不一样的吴世宏。是的，曾经是最想把自己活成在别人眼中最好的自己。对。但是现在第2个吴世宏老师，是要活成自己，活成我想要的状态，那个状态，纯粹自然，悦己利他。所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你的整个人生中间你觉得最好的状态？最好，个人的存在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的。你只能自己每天活出意义感来，那对，你得靠自己呀。您已经走过这个状态了，那么对今天的还依然在追求那个光环、追求那个成功，或者说在路上在苦苦前行的创业者们，还有年轻人，你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建议呢？人们为自己能有一个基本的，自己觉得是有尊严的生活基础、物质基础，太正当了。不要羞于说我要先为这个努力，这是特别实际的。他们有的时候，有的人下岗了，或者是创业破产了，在做这个快递小哥，你怎么看？在做网约车，太爷们儿了。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然后能够有负起这个责任。但是这个人做过，一旦时机来的时候，他立刻能上，机会来的时候立刻能上，特别好。我对这些人是特别有敬意的。那其次，第2句话特别重要，就是千万别躺平，学点什么，读点什么书，干点什么活，这都是你的财富。你可以躺啊，周期6-7年，等我醒了的时候还看遇到好日子的时候再起来。你青春不在喽，你以为是谁的损失呢？所以给年轻人最重要的建议是做点什么，学点什么，为自己，对，为自己，不要躺平，对自己负责。你的青春你做主，你以为这可不是鼓励你消费的。躺不躺平这个事儿，你不用拿这个来对社会表达你的这个态度或者怎样，社会不在乎躺平的人，所以你要对自己负责。到最后，每个人对自己负责。